就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液压分为3大部分，一是咱们的这个泵，二是咱们的缸头，然后三是咱们的这个叫油管，然后呢，咱们这泵头分为一个进油，一个出油。咱们就是开始走泵的时候，打开总闸，然后点上开关，然后这个泵就上油。起油，然后它这个油缸会出来一个部分，然后顶在咱们大把上面，然后顶到它有一个距离，就是咱们这个缸头出现的有一个距离，大概就在五六厘米的一个距离，然后就停止了。根据咱们现场的咱们发生器的情况来决定咱们这个液压放在什么地方。OK， 它不一定说就是放在咱们说的放在什么紧上边或紧下边或中间一系列的，还得根据咱们这个发生器大小啊，咱们的加井上的多少，然后决定咱们这个液压放在什么地方。它这个紧的时候，然后咱们是大概距它的行程是5到6厘米，然后咱们这个板换它有这个压紧系数，还有看咱们这个泵上面有这个油压表，大概就在20公斤左右。走完头一泵，就是假如这个走到你的行程到5、6厘米了，停下来，给其他的工装栓就是带紧，然后再泄压就可以了。然后拆的时候也一样，拆的时候是你走到5、6厘米，然后给咱们那个工装栓就是螺丝拧松，然后你再泄压，然后根本逐一步的往下执行，它就松开了。液压就是紧的时候是吧？对，就是太紧的情况下，它这个容易损伤板片，容易给板片压出变形。胶条压变形，然后对咱们这个人身安全也是有危险的。比如说工装栓，应力不够，然后咱们这个压头的这个液压形成太大，然后使其工装栓损坏也好，使这压头飞出去也好，这是一个咱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咱们使用这个的时候，咱们这个栓上的电母啊，一定要卡死，一定要进槽。如果不进槽的话，它有可能出现这个应力过大，它这个弹出去。还有咱们走这个行程的情况下，一定要叫均匀速度，别就是上下走的就是差的太多。咱们是以板片数量的多少，还有咱们板片的板片的压紧系数，然后算出了一个具体的一个行程。然后咱们是边走这个液压，咱们是边量，就是边走边看，边走边看。我们现在用的清洗机是在100公斤左右的。然后清洗的时候，咱们看看这个板换结构的程度，来决定一下咱们这个清洗时用的压力是多大。然后咱们这个枪的清洗头呢，是一个45度的一个枪头，因为咱们清洗的时候吧，它这个有一个角度能清洗得更干净。一般清洗的时候，咱们是用的扇形的那个面，然后打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这得看现场的情况，而还有咱们板换这个结构的程度来决定一下咱们用什么形状的喷头啊，或者叫压力一系列的吧。然后在现在就是清洗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板面呀有腐蚀厉害的，或已经不能再用了，咱们一定要挑出来。这个台换湿器呢是闭水的一台，它有一台就是一面走的是循环水，一面走的是开式水。它这台换湿器就是闭水的里面呢比较干净，因为它是在系统里来回循环的，它不接触外来的而且每次都会净化。对，不接触外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开式水呢是从
外面进来的，所以带了一些什么泥啊、杂草啊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吧。所以。If you guys like it, please subscribe our YouTube channel or check our website www.hoffmanheatexchanger.com.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re welcome to email to service@hoffmanphd.com. See you next time.